当总裁情人的2年来，我给他的公司赚了3个亿。终于，沈寒风没有辜负我的期望，不顾沈家人的反对向我求婚了。可婚礼当天，我却失踪了。沈寒风翻遍江城上上下下，最后竟在我妹妹的墓地找到我的。面对他温暖紧实的怀抱，我告诉他我打掉了孩子。他满眼震惊，愤怒又绝望地质问我：你真的爱过我吗？我轻抚他沉峻的眉眼，冷笑出声：你凭什么觉得我会爱上一个杀人犯的哥哥？我妹妹跳楼自杀了，侵犯她的人顶包入狱，网暴霸凌她的主谋却一直逍遥法外。那时她刚以专业第1名的成绩考上江城大学的表演系。3年来，我一直没有放弃追查真相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我找到了欺辱我妹妹的凶手陈安然，沈氏集团总裁的妹妹，沈家的养女。大学毕业后，我从国外回到了江城，我开了一家花店，并且接近借机沈寒风。往沈氏集团旗下的君悦酒店送了1周花后，我被变态跟踪了。我拿着收集好的证据，准备去警局报警。那天，我特意选择从我的花店出发，看到出租车后视镜里出现那辆眼熟的黑色宾利车的身影后，我放心了。察觉我没有按照往常回家的路线行驶，宾利车在距离警局不到500米的距离别在了我们车前，号码牌上5个6。司机惊讶地告诉我这是沈寒风的车。我被他请去咖啡厅喝茶，他斯文儒雅的好皮囊比我在财经杂志上见到的还精致得多。他直言坦白，对我一见如故。我莞尔一笑，清丽可人的外表下3分惊讶，4分羞涩，同时又保持着客气疏离。那天往后，他经常出现在我的花店，我们一起看电影、听音乐会，偶尔还去山庄泡温泉。跟他在一起，我总是恰到好处表现我的玲珑可人。他烦躁的时候，我拿少女的狡黠顽皮逗他玩笑放松；他疲累的时候，我拿人妻的贤惠温柔为他煲汤送饭。他一步步沉浸在我的温柔乡里，我渐渐步步为营。陈安然的出现打破了我们之间似有若无的暧昧。他甩给我一张照片，上面相视而笑的俊男俏女，正是沈寒风和他的初恋。我哥的品味一直就是这一挂，看着清纯无辜，实则薄情寡义的很。顾云英，你确实有几分姿色，但谁叫你长得实在是太像梁子嫣那个贱人了，别怪我容不下你。长得像梁子嫣这件事，我当然知道。其实我和他原本只是轮廓相似，可为了复仇，我一点点比着他的样子整容成了另外一个他。陈安然高扬着下巴，嚣张跋扈地带人砸了我的花店。我一扫四周的狼藉，顺便看了眼时间，然后渲然欲泣。我和陈小姐你素不相识，不知道哪里得罪过你，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说容不下我。话音一落，我被人揽到身后。还有谁你容不下？说出来让我听听。陈寒风狭长的眸子一凛，陈安然瞬间收敛了。他顽皮一笑，把我挤开，顺势站到他哥身侧，亲昵地挽着胳膊撒娇。哥，你知道的，梁子嫣当年趁你在病重就抛弃你走了，爸爸妈妈最厌恶这种攀高枝的捞女了，你身边再有一个跟她一模一样的，咱们家不得闹翻天吗？沈寒风脸色一沉，打住他。杂志拍完了，你经纪人到处找不到人，原来你就在胡闹是吧？跟顾小姐道歉。陈安然一脸委屈，低着头犯倔。沈寒风冷声催促：陈安然道歉。气氛一时尴尬又僵硬，我抬手扯了一下他的衣袖。算了吧，陈小姐可能见到我想起有关故人的某些回忆，一时间情绪转移到我身上了。我忽略陈安然咬牙切齿的愤恨，对着陈寒风酸涩一笑。我的楚楚可怜立马奏效。沈寒风捏着陈安然往前一拽，寒声警告他：我最后说一遍，道歉。我太娇惯你了是吧？剧组耍大牌醉酒飙车的事情我还没跟你算账呢。陈安然一个水货明星，本身黑料一大堆，要不是有沈寒风兜着，他在娱乐圈一天也混不下去。虽然心不甘情不愿，但想到他捅的篓子还要他哥收拾，陈安然向我低头了。他含糊不清道：对不起。被起包撞开，我要走。我拉住他的胳膊轻笑：陈小姐再会啊。我收拾着满地狼藉，将沈寒风晾在一边。玻璃碎片太锋利，你别动。他一把将我从地上拉起来，我冷淡地拍开他搀扶我的手。沈先生，我们别再来往了好吗？沈寒风皱着眉，眼里全是烦躁。安然他有些小孩脾气，为人处事确实娇蛮专横了些，我代他向你道歉。我看着他为陈安然辩解，心里涌起无法抑制的恨意。所以这是他目中无人随意伤害别人的理由。我死死地掐住自己的手心，
眼睛满上一片猩红。沈先生是用什么身份向我道歉呢？据我所知，陈安然并非你的亲妹妹。云英，我换心手术的心脏就是安然的爸爸给的。安然虽然是管家的女儿，但我们一起长大，情同手足，我一直把她当作妹妹看待。救命恩人的女儿逢上了一个好爹，一颗心脏换了女儿后半生的荣华富贵。难怪就连杀人放火这种事情，沈家也愿意压下去。我接受你的道歉，可是我们也确实不适合再有来往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沈先生的家人似乎对你的前女友有着很不好的印象，我恰巧因为和她有几分相似，就被你妹妹砸了店。出于安全考虑，我还是离你远一点吧。沈寒风烦躁地点了一支烟，他说：能别这么生疏地喊我吗？云英，我不喜欢这样。我心里冷笑一声，我只是恶心你罢了。沈先生对我一见如故，不就是因为我长得像您前女友吗？我慢慢说着，眼底浮现些许泪花，看着悲情又脆弱。果然，我在他墨黑如海的眼睛里看到了慌乱。我笑着点点头，委屈哽咽道：沈寒风，我们别再联系了。不欢而散后，他的助理送我一张卡，胶带里面是给我的补偿。我摇头笑道：用不上了，请你还给沈总。我拒绝接受，沈寒风执意坚持赔偿我。结果折腾着助理，每天2头来回跑，次数一多，他难免碰见一个一连几天在我店里买花的男人。1周后，我又被跟踪了，还是那辆熟悉的黑色宾利跟在我上下班的路上。我知道鱼儿上钩了。沈寒风隔着车窗默默看着我们一起喝茶吃饭，看展出游，好不快活。君悦酒店为期3个月的订花合同走完之后，我把店倒卖了。一如往常，打算跟着我的沈寒风从花店追到家里，但四处找不到人，他动用关系在全市找我。机场广播开始催促旅客登机，就在我起身进入检票口时，沈寒风大步流星地向我冲来，他把我抢回了景山别墅，关了起来。除了去公司，他就是守在我身边。那个男人是谁？你都调查过了，何必来问我呢？他力挺硬朗的面部上轮廓坚毅又严肃，打量着我的视线里带着复杂的情绪。我第一次见你，你往酒店送花，穿着白裙子斜编着辫子的样子真熟悉。我看着看着就想天天见。你想着离开我，那我就抓你回来，你跑一次我找一次，不抗拒我，你就是自由的。我头一次看到他眼里的不加掩饰的疯狂、炙热和兴奋，包裹在昂贵西装下的皮囊里渗透着偏执狂压抑又狂妄的坏痞。我蜷缩着身子，试图用被子蒙住自己，他一把扯下。再闹绝食，我不介意用其他手段让你乖乖听话。在他的逼迫下，我绝食3天，终于吃到了第一口粥。看着我吃了饭，他严峻的神色缓和了一些。我让管家重新翻新了花园，买了很多种子，你闲着可以种种花。我放下碗，背过身睡下，淡淡的嗯了一声。我慢慢适应这种强取豪夺的豢养生活。管家和我在后花园种了一片罗德斯玫瑰，黑红色的复古色泽弥漫着危险的气息。你为什么喜欢这个花？黑红色很像干涸的血，醒目又迷人。他表示不理解，我偏笑一声，捏着手里的种子。我想起妹妹尸体下那滩干涸凝固的血迹，半空中湿润的水汽，我竟觉得有股浓烈的血腥气钻进鼻子。紧接着眼前一黑，我昏倒在管家的惊呼声中。再次醒来，宽大的落地窗外大片的火烧云红的刺目。沈寒风急匆匆地赶回来查探我的病情。好端端的，怎么忽然晕倒了？他有抑郁症病史，让他出去活动才是最有利他恢复的办法。待在家里，他只会心情阴郁。我的心理疾病发作的正是时候，沈寒风几次撞见我夜不能寐，独抱腿坐在床边发呆的样子。我日复一日的消瘦晕倒，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他站在床边沉默半晌，问我：你想出去吗？我抿着嘴唇反问他：你想让我出去吗？自从绝食之后，我再没闹腾过，每天看书浇花，品茶弹琴，娴静的像个养在深闺里的大小姐。放你去开花店，然后让你再和那个搞艺术纠缠在一起吗？沈寒风耿耿于怀的吃醋，正中我的下怀。我打着哈欠，装作随口一说：我想去上班，你不放心的话，把我带在身边不就好了？他没立即应声，也没立马拒绝。我耐心地等着。半夜，他躺在我身侧，我背对着他，静静地听着石英中滴滴答答的响声，与失眠做斗争。午夜1点的报时一过，沈寒风的手机响了起来。电话那头，陈安然拉着哭腔：哥，你快来警局捞我一趟，我被抓了。因为什么事？陈安然支支吾吾半天不吭声。沈寒风不耐烦出声：不愿意说，那你就自己解决吧。别啊哥，我说我和圈里面的几个姐妹去西街酒吧了，玩得太嗨，有人给我吃鸭糖片，我喝醉了就吃了。
然后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警察来了。陈安然越说声越小，沈寒风捏着眉心，压着怒气挂掉电话。他穿好衣服往外走，我坐起身。西街酒吧今晚有歌手驻唱，人很多，他要是被警察带走的话，肯定有人录视频，你最好让他确认有没有人认出他，不管因为什么原因被拍到，进了警局肯定是要上热搜的，到时候再牵连到沈家就难办了。万一被拍了怎么办？那就做好最坏的打算，趁着没大范围报道，先把安然关起来，别让他接触媒体，偃旗息鼓一段时间，再考虑重新露面。互联网没有记忆，其他明星的八卦一出风头，自然就被盖过。他推门的动作一顿，回头深深看我一眼走了。我知道我已经成功一半了。陈安然进警局的消息还是爆出来了，热度刚上去被撤了下来，忙着给妹妹擦屁股的沈寒风一夜未归。知道他忙得焦头烂额，我吩咐厨房煮了饭菜，煲了汤给他送去。没过多久，陈安然气冲冲上门了。顾云英，你个狐妹子，都是你给我哥出的好主意，害得我被我哥关禁闭了。我挑眉看向他，你做错了事情，不该受到惩罚吗？我做错什么了？还不都是你挑唆的，玩得真阴啊！这才几天，又是逃跑又是绝食的，这么快就把我哥迷惑了。你跟梁子妍玩的都是好手段呐！傻子都能想到的事情，但凡你过一下脑子，都不会蠢到来这里跟我狗叫。人不行还冤路不平，你真是蠢出花来了。我故意挑衅刺激他。陈安然扬起巴掌向我扑来。陈安然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沈寒风厉声呵斥，吓得陈安然一个机灵。我别过头，故作受伤地叹了一口气，像是受到了极大的惊吓一般。你的经纪人是死的吗？说了看住你不准乱跑，结果你又来惹是生非，不行就换一个。沈寒风面沉如水，抬手搭在我肩上揽住。哥，你怎么这样啊？以前不管我犯了多大的错，你从来不凶我的，现在居然为了一个连家门还没进的人，就胳膊肘子往外拐。他连哭带骂，沈寒风根本不为所动。以前是我们太惯着你了，从今往后是该找个人好好管管你了。陈安然一脸不可置信。你没事吧？我靠在他的臂弯，乖巧摇头，轻声说：幸亏你回来的及时，我没事。沈寒风的脸色好看了一点，继而说道：云英的办法够妥善，所以这次你才没惹出什么大祸。以后对他你客气一点，今天的事情没有下次。陈安然两眼冒火，盯着我的眼睛里恨意滋生。我的出现夺走了沈寒风对他的关注和偏爱，他面对我如临大敌。我看着他，眼里含着戏谑笑意，如同看一个跳梁小丑。蠢货，这就受不了了。陈安然抹了一把眼泪，走到沈寒风身边，抬手打了他一锤。我对你真失望，你对得起的我爸爸吗？你答应他要对我好一辈子，骗人！陈安然哭着跑开，一旁的陈寒风却痛苦地弯下腰了。他头上冒出豆大的汗珠，唇色苍白如纸。他按着心脏的地方疼得蹙眉。我立即大喊管家，大家手忙脚乱的慌乱中，我稳住心神，让管家为沈寒风吃了药，然后联系家庭医生说明他的情况。医院，沈寒风脱险以后，我趴在他的床沿沉沉睡去。迷糊之中，我感觉到有人在抚摸我的脸，温热的触感一道道划开。我睁眼便撞进沈寒风充满温笑意的眼睛里。云英，谢谢你。我睁眼便撞进沈寒风充满温笑意的眼睛里。要不是你替我挡那一下，说不定他就冲我来了。沈家独子出事，要是有人戳破陈安然的所作所为，那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他。安然蛮横成性，这次不给他一点惩戒，万一他以后酿下大错怎么办？我答应过陈叔要照顾好他，他玩闹一下还谈不上要追究什么。我眸色一暗，握紧了拳头，极力压制怒火。一个杀人，一个包庇，这对兄妹还真是不是一家人，不进去一家门。沈寒风放话警告所有人不准透露他心脏病复发住院的事儿，陈安然幸运躲过一劫。我在医院尽心尽力的陪护，管家司机看在眼里。借着机会，他们在沈寒风面前夸我遇事临危不乱，处理事情有条不紊。晚上回家后，沈寒风叫我去书房。最近风然娱乐的内部出了问题，陈安然的经纪人手上握着黑料，现在他是去世留是个问题，你怎么看？去留不是问题，难题是如何让他封口。陈安然的经纪人要是手握公司黑料，那他手里的秘密多半是关于陈安然的。只要顺藤摸瓜拿到这些证据，我就离真相不远了。怎么封口？沈寒风夹着烟吸了一口问我。
证明他也参与其中，把蚂蚱拴在一条绳上，就算船翻了，也不担心有人反水。半晌之后，现在丰然管理部缺人，我想让你去。我心头一喜，点点头应下。许氏集团办公大楼，沈寒风提出任命我为丰然娱乐管理部的总监，全体股东对此一致反对。顾小姐，你想拿着管理花店的经验去管理一个上千号队的公司，这可不是小孩子过家家当儿戏玩的事情，你不要太荒唐。顾小姐，你当好沈总的枕边人就行。商场如战场，那是男人们的事情，跟你没啥关系。没有那金刚钻，就被揽那瓷器活。专业的事情要专业的人干。顾小姐一个卖花的去管理公司，说出去不怕被同行笑死吗？众人对我的空降嗤之以鼻，在横眉冷对面前，我摆手一笑。诸位担心我的能力不够，我想我4次参加 MBA 项目的管理经验和入职科尔布公司的工作经验，可以胜任这份工作，你们觉得呢？我金碧辉煌的过往的以及含金量无可挑剔的个人简历，闪瞎了在座各位的钛合金狗眼。顾小姐能与你成为同事，我们荣幸之至。没想到顾小姐人长得漂亮的同时，居然天资聪慧，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呢。有人起身为我倒水，有人狗腿一般为我拉开凳子。共勉。我礼貌一笑，客气道。沈寒风看我的眼睛满是欣赏。走，马上任后，我的第一把火对准了陈安然。他在家关禁闭快半个月后，我谈下来一档野外求生综艺。之所以能拿下来的原因就是这档综艺玩的就是一个真实，没有后勤，吃饭全靠猎捕，逮着啥吃啥，没有酒店，住宿全靠运气，天下地下走到哪里睡哪里，没有安保，野外什么风险都能遇到，能不能安全活着7分靠天定，3分靠打拼。但凡有半点水分，我是看一眼都不带瞧的。我第一个推荐了陈安然去。起初没几个人赞同，我摆出3点原因。第一，黑红也是红，陈安然身上的槽点最多，他去对拉动节目热度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第二，为公司洗白，陈安然屡屡惹祸，网友对陈安然的负面评价已经上升到影响公司形象的层面。送他去参加综艺，可以为公司制造热点话题，从而转移公众注意力。第三，为他后续发展铺路。陈安然的路人缘和观众缘本来就差劲，与其让公关部连夜写稿洗白，不如大大方方展示他的真实性格。线下流行的人设就是真性情。一番甄别利弊后，公关部和平时没受他气的同事们力挺我，最终以超出反对方1票的优势，我的提议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。陈安然得知要被我发配到原始雨林参加真人秀，人都快气疯了。经纪人几次上门劝说，无果反倒被他一玻璃杯砸成了轻微脑震荡。晚饭桌上，我顺嘴提了一句这件事，当晚沈寒风就让沈家管家收拾了行李，押着他上飞机。我大清早就提着果篮去了医院。陈安然的经纪人胡杨见我来慰问，有些受宠若惊。顾总，你怎么还亲自上门了？我笑着拉开凳子坐下，顺手给他削起苹果。你是公司卖命工作，我于公于私都要来看望一下。胡杨以为我是来做说客的，嘴角扯出勉强笑意。我把苹果递给他，从包里掏出一个崭新的红包。胡杨推拒着，顾总，这可使不得。我把发丝别在耳后，盯着他头上的一圈纱布，轻声问他疼不疼。胡杨低着头看向手里的苹果，眼里泛起委屈的泪花。同样在22岁的年纪，有人做主子高高在上，目空一切，有人奴颜婢膝，卑微的在夹缝中生存。我又继续推心置腹道，你做得很棒，这些算作我对下属的奖赏和勉励。我不说补偿，因为他更需要上司的肯定和鼓励。我把红包塞给他，他开心地朝我笑了。陈小姐很不好带，脾气大，不好相处，自身条件也不是很好，跟着她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出路在哪里。他向我诉苦，我轻拍他的肩膀安慰。胡杨，如果让你再带一个新人，你愿意吗？他望着我陷入纠结。这个人你也认识，就是上次被安然一起酒吧喝酒连累进警局的乔生，他们2个可是死对头呢。陈小姐经常欺负乔生，不是霸占他的化妆间，就是买水军网暴乔生。我点了点头，惯犯的做法还真是10几年如一日。乔生家境不好，但是为人勤勉，肯在演戏上下苦功夫，他是不是个苗子，你自己心里应该有数。胡杨琢磨着我话里面的意思，试探道，顾总，你要捧乔生？我微微一笑，是颗金子到我手底下，我会想办法让它发光，不论是乔生还是你。胡杨睁大眼睛，激动得不知所言。离开之前特意帮他升级了 VIP 病房。
敌人的朋友就是战友，收买人心的初步目标我达成了。过了不久，家庭医生上门会诊，顾小姐最近状态很好，要继续保持。我点点头，然后关切发问：寒风的心脏恢复的怎么样？后续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？话音一落，身后传来沈寒风清朗的笑声。你这么紧张我，天天煲汤送饭，要说真的有什么要注意的，我确实得注意一下身边会不会有人想挖我墙角。医生无奈一笑走了，留下我们两个相视而笑。那次玩完不告而别后，我很聪明的没有再提起梁子嫣一次，他也从来没有宣布过我的身份，我也从不追究。刺激求生的节目一经播出，很快火遍网络。和我料想的一样，网友全都冲着骂陈安然这个麻瓜搅屎棍去的。一期吃烤蛇肉的视频在网上爆火，一向娇生惯养的大小姐面对蛇吓得花容失色，发誓宁愿饿死也不吃蛇肉，最后饿得不行，只能动手捕鱼吃。结果鱼没烤熟，大半夜窜稀的陈大小姐一边哭嚎痛骂要回家，一边一泻千里要找输液净手。洋相进出后，陈安然一夜涨粉50万。画风猝不及防得到逆转，网上都在评价丰然娱乐是真玩得起，那档救生节目也成爆火的趋势。获得股东的交口称赞后，沈寒风送了我一辆玛莎拉蒂 MC20， 红色的流线型跑车，外形酷炫十足。跟他在车库里一众低奢的埃尔法、菲尼迪、劳斯莱斯比起来，送给我的车太招摇了。果不其然，我开着车没过3天，沈母就打到了公司指名道姓要见我。顾小姐，说实话，我真的很不喜欢你的这张脸。沈母保养得当的脸蛋不见一丝岁月的痕迹，她锋锐的眼里盯着我，威严又坚决。我心里觉得好笑，可你儿子喜欢啊，还喜欢得欲罢不能。我的脸天生长这样，如果碍着您的眼了，那您就忍着吧。我丝毫不怕，脸上带着得体的微笑，与他对视。顾小姐，我很好奇你现在是用什么身份跟我说话？我站起身，倒了一杯水。我不管是作为管理丰然的顾总，还是沈总养在身边的情人，您不是都要撵着来跟我说话吗？见我不卑不亢，有气就出的性子，他的眼里有些意外。顾小姐的胆识，我很欣赏。他说着，顿了顿，讽刺道：但毕竟你只是我儿子找的一个替身罢了。说着，他还略表遗憾地摇了摇头。我视线一扫，门外匆匆赶来的身影，言辞恳切。沈寒风心里有我，我的心里也有他，不管是不是替身，只要能待在他身边，就算是一直做个没名没分的情人，我也甘之如饴。沈寒风的脚步一顿停在了门口，他瞳孔紧缩，捏紧的手还有些战栗。妈，你想做什么？沈寒风迈着凌厉的步子挡在我身前。沈母脸色一变，我是你的妈妈，你觉得这样质问我好吗？我以前反对梁子嫣跟你在一起，你跟家里闹决裂，他跟你分手，刺激你心脏病复发，你病重手术的时候，他连句告别都没有，直接抛下你出国去读个那电影学院了。现在你又找来一个跟他长得这么像的，打算这回再丢一条命吗？妈，云英和紫嫣不一样，你就不能看看云英的长处吗？沈母阴恻恻的视线一扫我，我看梁子嫣就是戏子无情，她顾云英也好不到哪里去。顾小姐别以为最近搞了一点动静就能横着走了，到底能成个身份，要拿成绩说话的。我端起水递给沈寒风，示意他别动气，万一出点什么意外，我去找谁报仇呢？沈太太放心，给我2年时间，我会让丰然赚够3个亿。沈母抱着手臂，冷哼一声：大话可不是你这么说的，好自为之啊，顾小姐。我佯装委屈，一直目送着沈母扬长而去。转过头，我跌入一个温暖又急促的怀抱中。云英，对不起，没保护好你。我抬眼大度一笑，说道：你相信我会做到的，对吧？沈寒风揽住我的腰说：云英，永远都别离开我好吗？我刚才的一番陈词打动了他，他肯定以为我是真的很在意他，所以才会这么着急地想着证明自己的能力。四目相接，我看着沈寒风眼里喷涌而出的柔情怜惜，承诺道：只要你还需要留下，我就永远不会走。我的柔情似水，他跌入得越来越深。我让胡杨在网上放出消息，陈安然片场霸凌，推乔生下水报私仇。反虐的电影热度立马飙升，乔生被陈安然欺压的旧历史被粉丝发出来，一时间抄得沸沸扬扬。
我又安排胡杨营销乔生的演技和刻苦，一时间乔生的美强惨人设刷屏网络，一切按照我计划的方向发展，反虐赢得高票房与好口碑。乔生那一年成了爆红的流量小花，后续他接连上来几个王牌综艺与星级电视剧，胡杨也渐渐被大众认识，陈安然和乔生2张流量王牌，让他成了圈子里著名的王牌经纪人。公司的一众小生们也纷纷崭露头角，第2年春季公司组织的选秀女团顺利出道，赚够3个亿的目标顺利完成。胡杨升职为管理层，开始接触财务部门。28岁生日这天，公司开了派对为我庆祝。席间，胡杨和乔生喊我出去。云央出事后，公司那一年的财务出了漏洞，沈总为平息这一年事情影响为品牌毁约，从总公司的账上挪动了6个亿进行补偿，这笔账全部作假。我接过文件袋收好。云英姐，我让助理私下收集了很多有关梁子嫣和陈安然的黑料，狗仔报的高清图全部高价买断，必要的时候你肯定能用上。乔生把 U 盘塞给我，我哽咽着挤出一句谢谢。顾总，你是我们的贵人，如果不是你，我们2个还是籍籍无名的小卒，任由陈安然摆布欺负，该是我们2个感谢你。我掏出2张卡，分别递给他们，卡里都是3000万，如果牵连到你们，我会送你们离开。反虐的导演是我的师兄，混不下了去找他帮忙。出来不久，助理就着急忙慌找出来。回到房间内，房间的灯忽然亮起来，我拿来遮掩的手，沈寒风单膝跪地，手捧钻戒。云英，嫁给我好吗？一片欢呼叫好声中，我抿嘴一笑，点头答应。那晚，我牵着手在众人的祝福声中离开。婚礼日期商定后，沈寒风被叫回沈家。他一夜未归后，我独自跑去沈家门外等人。沈母拒绝见我，陈安然端着一盆凉水，敞开门从我头上浇下去。顾云英，你这个狐妹子，你怎么不去死呢？他扔了盆子朝我扑过来。都是你害的，我哥罚跪在祠堂1天1夜，还挨了藤条10几下，打得那么重，险些要了他的命。我一把推开陈安然，刚要冲进沈家，视线里出现脚步踉踉跄跄的沈寒风，他面色苍白，疲惫不堪。真想你啊，云英。我挨着他，摩挲着他行销鼓励的肩膀。疼不疼啊，沈寒风？谁让你这么解决？傻不傻啊你？我哭着骂他，眼睛里面全是疼惜。他温情脉脉地看着我，笑得很开心。我知道我距离成功只差一点了。沈寒风进医院的第2天，陈安然上门堵我。顾云英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他趾高气扬地站我面前说道，我哥的正牌女友回来了，你还是赶紧准备好滚蛋吧。梁子嫣一回来，你就跟个太监一样跑来昭告天下，还真是狗腿的不行。陈安然拧着眉头看向我手里的保温桶，呵呵一笑。你再贤惠又能怎样？人家梁子嫣现在已经坐在病房跟我哥回忆往事了，说不定情到深处，人家2个重修旧好也不是不可能。我一把捉住陈安然的衣领，把他拽到我身前，保温桶的盖子一松开，我就准备往上泼。顾云英，不要干什么？他颤抖着声音问我，既然你哥喝不到，那我就让你喝个饱，要不然怎么对得起你夸我贤惠呢？我扬手从头浇到脚，油光水灵的骨头汤黏腻又湿滑，陈安然直接成了落汤鸡。上次你泼1盆凉水，我这次还给你1桶热汤，如果你再犯贱，我下次直接倒开水。我把保温桶砸在他怀里，转身扬长而去。刚刚一到医院，我就冲到卫生间吐了天昏地暗。算算时间，我决定去做 B 超，拿到检查结果。我信步走向病房。寒风，别赶我走，好吗？梁子嫣攀住他的胳膊，轻轻摇晃。国外更合适你的发展，你不该回来。沈寒风敛着眉，一顺不顺地看着面前的人。国外再好，没有你就一点也不好了。我推门的动作停住，静静地看着他们。我什么都不要了，我就想回来陪你。你这是胡闹，回来你怎么发展？跟前公司的官司怎么办？沈寒风责备着他，眼见的冰冷慢慢松动。你找的女朋友都是按照我的样子找的，你敢说你的心里真的没有我吗？只要你承认，我立马消失，再也不出现在你面前。听见这话，沈寒风的面色陡然一沉，周身沉寂着愠怒。我咳嗽一声，推门进去。寒风，给你看个东西。我把手里的检查单摆在他面前。你怀孕了。我笑着点头。对，你要当爸爸了。身边的梁子嫣脸上闪过错愕又慌乱的神色。沈寒风确认了好几遍，拉住我的手亲吻了上去。
我坐下后理了理衣服。梁小姐工作的事情不如交给我来安排吧。我撑着下巴，满眼笑意。梁小姐在国外跻身一线，有她这样的大咖加入，风然如虎添翼。沈寒风宠溺地摸上我的头发。紫嫣，这是我的未婚妻，你要真想留下，可以让云英处理后面的事情。我人畜无害地对着那张和我很相似的脸温柔一笑，大气十足。除了气质不一样，在我整容后，我们的长相几乎没什么差别。沈寒风每一次端详我的脸，心里想的都是他魂牵梦萦的人。我再清楚不过，接下来的时间我异常忙碌，一边处理梁子嫣的烂摊子，一边试婚纱拍照片。孩子的到来就如同定海神针一样，稳稳将我和沈寒风扣牢。婚礼前一天，你会怪我把婚期提前吗？沈寒风看着我穿着洁白的婚纱，突然说道：怎么了？你不是说想要漂漂亮亮嫁给我，趁着现在月份不大还不显怀，我们提前结婚。我心头一喜，搂住他。你真贴心。沈寒风亲着我的额头。怀着孩子，你还要工作，辛苦你了，云英。你每天处理集团的事务，还要陪我吃饭、做产检，你也辛苦了。我们温柔缱绻地依偎在一起，耳鬓厮磨。很快，助理跑来告诉我，陈安然耍大牌约好的杂志没拍，跑去酒吧喝酒了。现在杂志社和品牌方都很生气，准备起诉我们。我挂断电话，开始找人。到了西街酒吧，经理带我上去。包厢门地漫出烟雾，里面的音乐震天响。经理顿时警铃大作，让人撬门。我让经理报警，然后拿出了消防栓里的水管。粗大的水柱从管道里冲出，点燃的烟和垃圾桶被水冲得四散开来。谁呀？干什么呢？陈安然翘着二郎腿，手里夹着烟，一脸不耐烦。我看到他嚣张的不可一世的样子，拉住水管，直直对上他浇去。冰凉的水柱溅起水花，包厢里的人顿时作鸟兽散。顾云英，你想死吗？我撇下水管，用力甩上门。你再说一遍。我走到他跟前，居高临下睨着他。西街酒吧，一个我厌恶至极的地方。我想让谁死？我钳住他的下巴，冷冷出声：再死一个人，你说你哥和沈家怎么再把你摘出去呢？我俯下身，逼近他的眼睛。什么再死一个？你胡说什么？他往后退缩，表情慌张。你心虚什么？怎么敢做不敢认了？你每次来这个酒吧喝酒都不害怕吗？那个被你害死的女孩子就是从这栋楼上跳下去的。我阴恻恻的声音围绕在他耳边，他连连后退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我冷笑一声，划开手机，翻出一张照片。好好看看，你真的不认识吗？陈安然看到我和妹妹的合照时，眼神呆滞。顾云央，是你妹妹啊？说着，她忽然笑了，随即指着我，找我报仇来了。顾云英，你能弄死我吗？她斜眼挑衅我。我点开手机，把录音给她听。我哥会帮我的，我不怕。我爸给我哥换了一颗心脏，他答应要照顾我一辈子的。我又点开一段录音，沈家的现任管家的声音缓缓流出。当年少爷做新源匹配，只有跟陈伯的成功了。在沈董威逼利诱之下，陈伯才被迫答应换心。你的荣华富贵是你爸拿命换来的，你爸有命给你换第一次，可没命给你换第二次了。包厢陷入一片死寂。忘了告诉你，现在网上全是你霸凌别人的黑料，千万别上网，我拍你被网暴，也别想着回沈家了。你哥心脏病复发的事情，管家也告诉你哥的爸妈了，他们的宝贝儿子一次次给你收拾烂摊子，还被你伤到住院，你说这次谁能救你？我刚走到门外，陈安然叫住我，他沙哑又尖锐的大吼：顾云英，你既然不放过我，凭什么不找梁子嫣算账？当年出谋网暴顾云央，找人强奸他的主意，也有梁子嫣那个贱人的份儿。他装得纯洁无瑕，好像无事发生一样，你怎么不找他？陈安然的愚蠢，我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，死到临头还要当猪队友，拉梁子嫣下水，我很佩服。你凭什么证明他也参与了？你去我哥的保险柜找一部手机，里面有他威胁顾云央给他发的私密照，还有聊天记录。我身子一顿，握紧拳头，放心，你们一个都跑不掉。回家后，我溜进书房，保险柜的密码试验了10几遍，还是不对。我心烦意乱，抱着头苦思冥想。深吸了一口气，我试探着输入我们相遇那天日期，门竟然打开了。我拿到屏幕粉碎的手机，埋头痛哭。对不起，姐姐来晚了。墓地，我拖着长长的婚纱，手里抱着含苞欲放的罗德斯玫瑰，靠在冰凉的墓碑上，我摁着隐隐作痛的腹部。
天色阴沉着，我手里拨弄着花，想起来离开景山别墅时，后花园那一片摇曳生姿的花海，那样鲜红醒目，野性蓬勃。手边的电话一直嗡鸣不断，我揪着玫瑰的花瓣一片片撒下。我拨通梁子嫣的电话。梁小姐，我送了你一份大礼，记得查收。他3人行的丑闻，还有给导演之3当3的绯闻，我全部交给了媒体。八卦一出，等他反应过来时候，警察也该找上门了。手机的电量耗尽关机，被我撂在一旁。我颤颤巍巍起身，视线里出现沈寒风步履慌乱的身影。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他张开怀抱，将我揽入怀中。我疏离地推开他，孩子已经被我打掉了。他的肩膀忽然一颤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你说真的？我平静地看着他，不语。你真的爱过我吗，顾云英？我轻抚他沉峻的眉眼，冷笑出声。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喜欢上一个杀人犯的哥哥？身后就是我妹妹的墓地，我要让她亲眼看着你们这些人渣如何为你们的龌龊行为付出代价。沈寒风待在你身边的每一秒钟，我都觉得无比恶心。他额角的青筋猛跳，眉头紧皱，眼睛里尽是痛苦。我这些天收集了很多关于陈安然的犯罪证据，这些证据都已经被我递交给了警方。你亲爱的妹妹现在已经被逮捕了，等待她的将会是牢狱之灾。警察现在应该已经拿着那部被你藏起来的手机找到梁子嫣家了，你猜他还能跑得掉吗？沈寒风捂住心脏，猝然呕出一口鲜血，身后的警笛声、呼啸声越来越近。对不起，我是真的没想到。沈先生做假账包庇杀人犯的时候，应该想到总会有这一天的到来。歪歪斜斜的雨丝飘散而下，墓地安静沉密。我抚摸着他的灿烂的笑颜。泱泱，安心睡吧，这回姐姐陪着你。